这套诉讼文件是已经在香港办理了公证和认证手续的，但是送到法院去立案的时候，被立案庭拒收了。为什么？为什么？每个人都翻着看看，看看啊，分一分。这就是你们干的工作。发现问题了吗？应该是广东省写成了广州省。听见了吗？广东省写成了广州省，多么低级的错误啊！因为错了这一个字儿，我们就被拒收了。这拒收意味着什么？范小天，你说。这意味着要重新做一套诉讼文件。你说的是句实话啊，但这是句废话。还有呢？可能还要再多花几万块钱。比这严重。高峰，你说。文件被法院退回，需要重新签署。可是这样一来一回，耽误了时间，我们很有可能超过了诉讼时效。由于我们的错误啊，超过了诉讼时效，那么客户就会起诉我们，就会要求我们赔偿。这份诉讼文件是我们的一位资深的律师让他的实习生帮着起草的。我怀疑啊，他自己就没有看，就直接把它发出去了。但是就是因为这个错误，现在弄得我们律所很被动，我们还要专程派人飞到香港去给客户道歉，请求谅解。如果客户不谅解我们怎么办？那么我们的律所的声誉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失，而这位资深的律师呢，恐怕也要被告到倾家荡产。这么低级的错误，居然出现在我管理的实习生的队伍中。所以从今天开始啊，你们每个人要参加律所的职业训练，并且通过考核。具体的说，就是由我来决定你们是否可以继续在全景待下去。我知道我欠你一个人情，现在你是让我来还呢？我是代表我们律所来给您道歉的，希望能征得您的原谅。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尽量弥补我们的过失。当初如果没有你鼎力相助，我钟宇现在恐怕还在吃牢饭。你说什么呀？那是您吉人自有天相。我曾经是你的客户，但是后来你去留学了，就换顾杰接手。我对这个顾杰啊不太满意。是罗宾老师出的问题啊！我只给他订了1天的酒店。这件事呢，我可以不追究。重新准备一份诉讼文件，加急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就是多花一点钱而已。但我有一个条件。您说，以后你来做我的法律顾问，你来管我的事，我不想再跟顾杰打交道。这不太好。我知道你在考虑你跟顾杰的关系，你们毕竟是同事，他呢又是创始合伙人，你要顾及他的面子。但是，你们律所应该考虑到客户的感受啊，还有客户的利益啊。哎，如果你觉得你说不出口，那我直接找你老板去说了啊。封印我也很熟的。周总，是这样，顾杰最近家里的事情非常多，他父亲住院了，一直在重症监护室。你知道这个人比较好强，他跟谁也不说，所以您都理解。哎呀，他应该早点告诉我，所以我会告诉他，赶紧去照顾好父亲，不要来照顾我了。客户可以换别人来照顾啊，但校庆这件事情不能让别人替代。你再考虑考虑，看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哎呀，我求求你了，你不要再替他求情了。哎，我们公司也有董事会，有大股东的。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我可以不计较，但是我总得给他们一个说法吧。这样吧，我就这么说啊，人家律所呢，已经道歉了，啊，也同意补偿，还给咱们换了一个律师。这个律师呢，是他们律所里面最棒的律师，曾经得过全亚洲最佳律师的荣誉，一般人都请不到的。
现在这位大律师同意接我们公司的案子，做我们的法律顾问了。但是呢，我们不能再追究对方律所的过失。我这么说的话，应该就能说服董事会的大股东了。你觉得呢？顾姐在封印办公室，在告状吗？他会恨你的。我让他免于被告，免于被追偿损失。但你让他丢了客户，是他自己丢了客户。如果是他自己丢了客户，他会恨客户；如果是你让他丢了客户，他就会恨你。麻烦你让黛西到我办公室来。哎，你知道枫叶和顾杰他们俩在吵什么呢吗？不知道啊，吵什么呀？你真不知道啊？不知道啊。罗宾揪住一字之差，直接让客户炒了顾姐。你们的一字之差可以让律所成为被告，本来人家告的是顾大律师。丽娜老师，罗宾找你。哦，好。广东省弄成广州省是你干的吧？啊，那个是客户送来的文件，那个文件它本来就是错的。人家弄错了，你也没看出来啊？文件送过来，我就直接交给顾杰老师了。这么说来，是你替顾杰老师背的黑锅了。外面可都说是他实习生干的。他那么多实习生，又不是只有我一个。现在他们双方的争议就在于究竟是劳动合同还是劳务合同。如果是劳动合同的话，是要你都跟周宇说了我什么？我一直在恳请他，希望他能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为什么要跟他说我父亲病了，现在在重症监护室？因为我希望他能够谅解你。结果就是他变成了你的客户。没错，这是最好的结果。否则他很可能会起诉律所，你也会因为你的过错失误而被追究责任。同时，你一样会失去他，因为他对你的不满已经不仅仅是因为你这一次一个字的失误。这么说，我还要感谢你。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感谢。那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是你突然闯进我的办公室，打断了我和我助理的正常工作，并且质问我到底跟钟宇说了什么，好吗？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我就自己飞过去直接找他了。顾大律师，我希望你能想起来，当初是你找我，你说钟老板不肯接你的电话，是你在求我。是我求你，那是因为我知道你跟钟老板关系好，你们有交情，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会让钟老板换了我。原来你是这样想问题的。好，那我现在认真告诉你，我没有。那你怎么解释现在钟老板变成了你的客户？实力。什么？实力。如果你有实力，你可以抢回去。我所有的客户你随便抢，欢迎竞争，愿赌服输。我们谁都不知道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包括枫叶律师本人。他说他睡着了。如果有人想起诉我，我起码应该知道他是谁。要么你去法院起诉我，要么到公安局报案。现在他躲在暗处，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这太荒谬了。抱歉，我现在还不能说出被害人的姓名，因为她是一个女孩子。女孩子在这方面有所顾忌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以我的人格和名誉发誓，我说的都是真话。你用你的人格和名誉发誓，还不如用房产和存款来担保。我们现在在讨论很严肃的事。可是你说你用你的人格和名誉发誓，这一点都不严肃，听起来像玩笑。各位，我们大家都是学法律的，在法律人看来，认定任何事实都要看证据，证据定案，要达到一定标准量，足以证明犯罪事实，否则事实不能认定，这是法律人的常识。我们这是内部会议，
不是法庭，也不是在给谁定罪。我们这次议会的主题就是，鉴于封印主人有可能面临指控，鉴于事情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一旦失控，必将对我们律所的声誉带来极大的影响。我坚决反对。我反对在事实真相完全没有搞清楚之前，就对自己朝夕相处的合伙人下手。所以，我们这次议会的主题就是将采取无记名投票的形式，抽选出最终的结果。一种是由封印主任继续主持工作，另一种是由我来接管。封印将以顾问的身份留在律所工作。其实我真的不想这样。我现在不想听你讲话。那您为什么不辞职呢？我上次就应该让你走人。新的执行合伙人顾杰即刻生效。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我跟封印律师会尽快做好交接工作。刚才所说的话，我希望都能止于这个房间。在事实真相没有查清楚之前，希望大家不信谣，不传谣。各位可以回去工作了。罗宾，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们之前有些误会，但是我一直知道，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在此之前，我的确以为咱俩之间只是误会，但是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为什么老话说“宁得罪君子，别得罪小人”。老话说的是不对的。如果大家都宁肯得罪君子，那谁还愿意做君子呢？不都跑去做小人了？你难得说一句让我无法反驳的话。我希望可以跟你前贤尽释。这话你好像应该去对封印说。他不会离开的，他还是律所的顾问。但我更希望你能留下来。我知道挖你的人很多。你知道就好。我们只差一票，差一票也是差。我们走吧。去哪儿啊？另起炉灶。我刚才去问了，至少一半的骨干合伙人都愿意跟我们走，还
还有助理。我哪儿也不去。为什么？就让顾杰对我们指手画脚、耳提面命？我不喜欢逃避，在这件事没查清楚之前，我哪儿也不去。那我们就这样这么臊眉打眼的在这儿待着，韬光养晦啊！可是没有什么可是，愿赌服输。会不会压根儿就没有这么一个女的？是顾杰故意陷害你？你说那个女的是个陷阱，然后顾杰出去四处散步，说你跟那个女的一定发生了什么。反正当时你承认了，说自己喝断片了，什么都不记得了。醒来之后睡在一张陌生的床上。当时确实有这么个女人，在那个 party 上，顾杰给我们做了介绍。那女的叫什么名字我记不清了。她说，他们家有好酒，我们就去了。我不感兴趣，顾杰非让我去。然后呢？后来呢？后来我们就去了，人还都没有到，我们就一边等啊一边喝酒。哎呀，喝大了，断片了。顾杰什么时候走的我不知道，那帮人什么时候来的都记不清了。那你后来有没有问问其他当时在场的人，有没有人记得有这么一个女的？张洛儿，你去他们家喝酒？当时我问了，有的说确实有这么个女人，但是不认识她，以为我们很熟；也有的说记不清了。你是不是害怕真有什么说不清的事儿？连你都不相信我，别人还怎么相信我？我从来没有不相信。我们现在是必须把这件事情查清楚。哎，你把这个放下。丽娜姐，我们这是工作，你能不能别为难我们？这个不用你们管。我们没办法向上面交差，姐。你看，这是在干什么？投票结束，他们就上来了。我们要搬到下面去。赵旭要和你换办公室。出去。罗老师，滚出去！你刚才说谁？赵旭，就是那个一天到晚趴在微博上看电视里出来一个律师，就挑人家哪句话说的不对，打官司不能这么打。后来被人家编剧爆出来，他其实一场官司都没有打赢过，就是一个纸上谈兵的蹭热度的家伙。封印特别讨厌他，发配他去管接待、管投诉。他的办公室以前就是一个储物间。你跟我说的前嫌尽弃，就是把我发配到全律所最小的办公室去吗？这些小事你也要计较吗？是金子在哪都发光。你不计较，我可以跟你换办公室。您是金子，埋到沙堆里都不怕。赵旭对我一直忠心耿耿。你混淆了忠心耿耿和拍马屁，好吗？古代有一位君王，想要千里马，他的跟班花重金替他买了千里马的骨头。君王大怒，他的跟班说：“如果让大家知道。”你连死了的千里马都肯千金买骨，那么活着的千里马，你肯定更愿意出高价了。我对赵旭好，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重视忠诚的人。如果你也肯愿意证明你对我的忠诚，看来我们对忠心耿耿的理解不一致。您说的忠心耿耿叫愚忠，而且你讲的故事，出自《战国策·燕策》，是燕昭王千金买骨，但最后统一六国的是秦国。你是在委婉地告诉我，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不，我只是想温馨提示一下：小人得志，莫张狂。
这是什么？顾杰行车记录仪里的东西。这个不违法吗？你法治观念可真强。也是，您为了除掉他，才不管是不是犯法。是他为了除掉我，才不在意犯不犯法。不管他犯不犯法，我们都不应该把人家行车记录仪里的车是律所买的，配给他的。他现在是新的执行合伙人，所以我把我的车跟他换了，这不违法。而且行车记录仪也是律所的财产。对啊，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您的车会比他的车好啊？他可是律所的老人，而且还是创始合伙人。就因为他是创始合伙人，所以他的车买在先，所以是旧款。我是后买的，是新款，这有什么问题吗？嗯。怎么回事啊？他们说原来的车旧了，给您换辆新的。好。根据 GPS 的行车轨迹来看，顾杰的车从会场离开之后，去了中海花园。15分钟之后离开，回了自己的家。此前包括此后，他的车曾多次出现在中海花园。这是会场当时的照片和视频。有没有他们离开会场上车以后的视频？恰巧没有，全是会场的视频。这个是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全部吗？全部。被邀请的嘉宾、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您可以确定那天在会场所有的人都在这张名单上吗？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有人他临时带了一个朋友过来？我认为我们需要找的人就在这张名单上。为什么？直觉。您是想要我找到这个人？您认为这个人他住在中海花园，而且跟顾杰原本就认识？没错。那您为什么不去问顾杰老师的司机啊？让他直接在这些照片里辨认一下不就好了？顾杰的司机跟他是亲属关系。那您可以让封主任去辨认啊。他喝多了，而且断片了，有人在他喝的水里面放了东西。他在会场的时候总应该是清醒的吧？他跟顾杰老师一起上的车，而那个女孩当时就在车上，他能不知道她是谁吗？一个会议那么多人，请问谁能一下记得住所有的人？我可以呀，只要我见过，我就可以记住他。更何况我还跟他说过话，而且还跟他在同一辆车上。那只能说明你的记忆力超群，过目不忘，但是常人很难做到。如果说这个人有脸盲症，就更加困难。您的意思是封主任他有脸盲症啊？还是说他就是想让你把这个人找出来？你是想说找到这个女孩，我是受了封印的指使吗？那请问封印为什么要指使我这么做呢？我知道您和封主任跟顾杰老师有些矛盾，所以你怀疑我是想找到这个女孩，让她改口，然后给她一笔钱，让她调转枪口给顾杰致命一击。我当然知道您不会这么做，但是我不确定封主任会不会。封印肯定不会。你为什么就认定他不会？你为什么认定他一定会呢？在我做交换生的时候，我说的是我们学校以前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学校有个老师，他骚扰了一个女学生。那个被骚扰的女生后来难以忍受，就跟她的闺蜜吐槽了这件事情，于是她的闺蜜就曝光了这个老师。最后，这个老师的大弟子他找到了那个被骚扰的女生，给了她一大笔封口费，女生就改口了，而那个闺蜜就成了被告。而你就是那个闺蜜。陆漫漫那个账号已经永远关闭了。
我还知道那个女生的名字叫林小玲。您什么时候知道的？我早就知道。那你为什么不说？跟谁说？我是说，您知道了，您为什么不跟我说您知道？你这是倒打一耙。难道你忘了你当初在我办公室是怎么跟我说的了吗？我没有学历。没有什么学历，硕士学历还是博士学历？本科。本科都没有。我上过法学院，只不过是在最后1年实习的时候出了一些事情。什么事情？我不想说。想起来了吧？是你自己说你不想说。是我说的，我不想说。是啊，你自己说你不想说，难道我还要追着你问？你不想说的那件事情我是知道的，是因为你多管闲事，然后被反咬一口，导致自己连学位都没有拿到，所以后来丢盔弃甲回到国内，一个人把自己关到屋子里，打了1年多的游戏，然后又心灰意冷的去卖了咖啡，认为大部分精英都是衣冠禽兽，认为大部分律师都是见钱眼开，再然后你就来了律所，准备行侠仗义，大杀四方。麦飞告诉你的是不是 ？No。您认识林小玲？我不认识。那您是怎么知道的？虽然我非常讨厌循规蹈矩，但是我也总不会从大街上捡一个人来给我当助理吧？我总要知道他有没有犯罪前科，是不是对方的卧底。我对客户负责，我要对律所负责。所以你就调查了我？谈不上。黛西，我们既然把话说到这儿，我正好要问问你。你说那个教授对林小玲进行性骚扰，你又不在现场，你仅仅凭林小玲的一面之词。我跟林小玲，我们从幼儿园就认识，我们当了一路的同学，我相信她说的所有的话。那么我跟封印也不是昨天才认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就跟他在一起，我相信他，所以我认定这件事情他一定是被陷害的。那人家女孩为什么要好端端的陷害他？动机是什么呢？这就是我找你来的原因。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蹊跷吗？按道理说，疑罪从无，这所有的一切的消息，都是来自顾杰，其他人一概不知。而封印如果不接受他的前提条件，那么就要被诉诸法律。所以呢，大家就莫名其妙的搞了一个投票，封印也就这么莫名其妙的下台了。所以你就认为这一切都是顾杰老师搞的鬼？当然，否则顾杰为什么坚持不告诉大家，那女孩是谁？她叫什么？她是干什么的？她的联络方式，她的家庭地址。如果我是他，我也会这么做。这是为了保护受害者的隐私，就像当年，我为了保护林小玲，不管我后来再怎么被动，我都没有说出她的名字。这件事情跟封印的事情完全不一样。你是为了保护你的同学，不愿说出受害者的名字，而封印这件事情，有没有受害者，到底有没有受害者，这个人都不一定。我们当然知道，肯定有这个人，包括封印，他也知道，他都已经去了人家女孩家了。我说了，他是被陷害的，他喝多了，他断片了。那他为什么要去人家女孩家？你这个逻辑好搞笑啊！比如说现在，这是我家，你在我家里，如果说我在你喝的水里下了东西，难道说不管发生了什么，最终的结果都由你自己来承担吗？行了，您别说了，我知道无论怎么说，您都会说是顾杰把封印给拉过去的，因为顾杰他就是封印下课这件事情的发起者和获利者。没错，所以我必须找到这个人。如果这个人存在的话，如果你找到了这个女生，那个女生跟你说封印确实做了，你怎么办？那就请给我证据。如果她拿不出证据呢？那就是诬陷。这种事情本来就很难拿出证据的。如果你不想干，你就明说，不用在这儿推三阻四。确实不大想给人家当枪使。你说什么？当枪使？好，我懂了。良禽择木而栖。顾杰是不是承诺你可以选一个新的老师？他是这么跟我说过，但是我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呢？您希望我接受？你是想让我亲口说出我希望你接受吧？这样你就不用有内疚感和负罪感了吧？
你居然认为我是这种人啊？那你是哪种人？我只不过想让你去搞清楚这个女孩到底是谁。你在这绕一圈子，我只能理解为你不想做。我确实是不想做，但是我不想做的原因绝对不是你想的那么的狭隘。那你说一个不狭隘的，我听听。作为一个女性受害者，你让她找出证据证明自己被一个男人骚扰过，更何况她是面对一个像您这样的有丰富法律经验和司法实践的优秀的律师，这真的太难了。稍有不慎的话，就会被套进去的。我为什么要套他？你给我出去！别生气，我一点都没生气。我这是在跟您探讨啊。不需要探讨，我自己可以解决。时间不早了，出去。小心啊！哎，慢点，慢点，慢点。好，小心啊！你要把封印挪哪儿去啊？都不是主任了，就摘下来呗。顾杰知道吗？工作得做到领导前面，你不能什么事儿都等领导开口，对吧？这我觉得吧，我明白，您放心，我一会儿就把您的照片放到罗宾前面来啊。我不是这个意思。赵旭把封印的照片给摘了。封印也摘过其他人的照片。不，封印当时摘廖佳敏的照片，是因为廖佳敏她走了，可是封印现在并没有走人，他起码名义上还是我们所的顾问呢。所以他还占着本所最大的办公室。我以为赵旭他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这种小事我一般不太会管。罗宾怎么样？问了没有？问了。黛西确实有背景。什么背景？应该还挺深的。罗宾说他不能泄露。胡扯！你去查，我还不信了。我认识罗宾20年了，他桀骜不驯，独来独往，谁的账也不买。可是对于黛西，说句实话，如果黛西没有什么背景的话，罗宾一个什么人都不忍的人，为什么要忍她呢？而且这姑娘刚刚到我们律所的时候，就得罪了最大的客户，当时把封印气个半死也没辙。我估计封印应该也知道她的背景。我说他怎么敢那么对我说话呢？你别着急啊，就在这一块了。谢谢你们，辛苦了。没事儿。哎，就这个，对不起，不好意思，就这个，就这个，慢点。他住哪儿啊？他住318吧？他叫什么名字啊？他叫什么我不知道，得给你查。但是我知道他在318，他家老有快递，你是不知道。那怎么你不认识他呀？哦，我认识后面2个，我们再往后看看，我们看看他们怎么出来的，好吗？不是，你怎么还要看人怎么出来的？丢的啥呀？戒指啊！我看我那朋友，他进去的时候手上明明戴着戒指的，我想看看他出来的时候有没有戴。我们往后看看。啊，丢的戒指。你是怀疑这个男的把戒指丢在了这个女的家里？哎，对，我就是这么想的。哎呀，你这个……哎，我实话跟你们说了吧，我知道瞒不住。事情是这样的，我妈认识一男的，就是你们看到视频里的那个，我怀疑他有家室，所以我就想替我妈把把关。我特别担心他会被人给骗了，所以让我往后看看好不好？等会儿，你说你妈认识一男的？是，我没有父亲。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就已经去世了。
我就只有妈妈带着我，所以我跟我妈的感情特别好。你们不知道，我妈她特别纯洁。其实我也不反对她梅开二度吧，但是我总要帮她把把关，我得看看这个男的是不是有家室，是不是可以给她安稳的后半辈子，是不是？所以我求求你们了，让我往后看看吧，好不好？我真的很担心我妈妈被人给骗了，好吗？看，谢谢，谢谢。现在啊，这个世道也乱，骗子多，你回去也跟你妈妈说，让她多注意啊。好。您好，您什么事儿啊？我想来打听一个业主，他住几楼？几门几号？他叫黄觉，您能帮我查一下吗？哎，不好意思，我们这儿啊不负责查人。王经理，不是，你们俩认识啊？啊，他是我哥。你哥？不同父不同母的。啊？你居然骗保安！不然他为什么让我查监控？他叫黄觉。您怎么知道他叫黄觉？名单上有这个名字。名单上的名字多了。你去哪儿啊？您去哪儿？跟你的地方一致。我也是。那你按楼层啊？你怎么问啊？女士优先嘛。根本就不知道黄觉住在哪层，对不对？我可以去找保安，让他调监控。行啊，但我也会去跟保安小哥哥说，哥哥你精神不是很好，容易控制不住自己，所以千万不能让你看监控，而且不能让你随便进小区、进楼道。那我也可以把她的照片发到网上，就说这是我偶然邂逅的一个女孩，我一直对她念念不忘，这是我的真爱人，我让广大网友帮我找到她。行，我可以带你去找她，但是你得发誓，千万不能跟封印说出任何关于她的信息，特别是她的住址。为什么？我怕封印会找人去骚扰她。你就不怕我亲自骚扰她？你没那么无耻。谢谢夸奖。这不是夸奖。我们到底要在这儿站多久？你还得答应我一件事儿，无论什么时候你去找他，我都必须在现场。同意。你一定不能把我排除在外。你到底摁不摁电梯？你好，我是罗宾，全景律所的律师，黛西我的助理，有些事情我们想找你谈一谈。对不起，我没有时间。我知道你做了什么，我们谈谈对你有好处。谈吧。为了确保你我的利益，我们这次谈话需要录音。你也可以录。我那有，随时录。那你一定录了公益之星那天晚上所有发生在这间屋子里的事情吧？我只给你们5分钟的时间。你把那个监控视频复制一份给我们，用不了5分钟。这涉及到个人隐私。你涉嫌诬陷。那你为什么不去告我呢？因为我认识12岁的你，那时候你还不叫这个名字。这些我想你应该都还记得吧？非常公平的讲，封印当时已经替你们争取到了最好的和解条件。对，你们当初就是这么说服我妈妈的，所以她签了这个协议，拿了钱。没过多久，大家都知道我们拿了钱。
我们再也得不到任何的同情，包括伤害我们的那家人，没有跟我说过一句对不起，也没有过半点的歉意。你们管这个叫最好的和解条件是吗？但这个事情你真的不能怪律师。那怪谁？我们原本是受害者，就因为我们同意和解，我们拿了钱，大家就可以造谣，说我们是故意讹钱。我爸爸当时已经病重了，我妈原本不想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但是后来我爸知道了这件事情，他跟我妈大吵一架。他问我妈妈，明明是你的女儿被别人给打了，你这个当妈的为什么会同意人家花钱了事呢？我爸连妻带病，没过多久就去世了。人活一张脸，我爸觉得他没脸可活。你真的不能把这笔账算在律师的头上？为什么不能啊？他们是律师，你出于对他们的信任和尊重，你签了字，为什么不能呢？后来我们尽量弥补了。你们的补偿就是建议我换一个名字，建议我们搬家。我们把房子卖了，但我还是被人认出来了。对，你改成了叫黄觉。当时是封印让我陪你妈妈到派出所一起协助的，但后来你去留学，你需要一笔很大的保证金。那是我母亲找人借的。不，是封印让我打给他的。这是汇款凭证。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问你母亲。我现在一周去看我妈一次，她已经连我都不认识了。对不起。那我现在想请问，你知道了这一切，你可以还封印的清白吗？以后见我需要预约。我刚从黄觉那儿回来，当时他的这个案子很轰动啊。这个案子是封印带你做的，你那个时候是他的跟班儿。我想请问你，为什么把封印骗到黄觉家里去？是封印自己要去的，我只是陪他前往。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封印，黄觉是谁呢？封印是办他案子的律师，他都没有认出来他是谁，我为什么要知道他是谁呢？对我而言，他只不过是一个热心公益的志愿者而已。然后我们一起去健身，共享一个健身教练。我母亲大部分时间都是糊涂的。但我知道，他对当年的和解协议一直耿耿于怀，觉得自己上了一个律师的当。顾姐就跟我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封印能跟我母亲道个歉，也许他就能解开心结，唤醒记忆。所以那天，他就把封印带。我可以理解为，你们收买了那姑娘，或者威胁了她。不可能。我和罗宾老师是一起去的，我们全程都录了音，绝对不存在任何的收买还有威胁。那我也可以解释为你们在录音之前就已经完成了收买和威胁。我们没有。空口无凭，你说没有，我说有。事实上，那天晚上，封印和黄觉到底在那个屋子里发生了什么，我们谁都不知道。
好，我们大家来重新投一次票，2个选项。选项 A 就是你们说的这个版本，丰毅那天在那个姑娘家喝断片了，一个人安安静静的睡过去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选项 B， 你们收买了姑娘，按照你们所需要的版本重新编了一个这样的故事，然后栽赃嫁祸给我。如果重新投一次票，你们猜大家会选 A 还是 B？ 我想提醒你，黄觉家的客厅有监控，卧室和洗手间没有，所以你还是无法证明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这是你行车记录仪里的储存卡。你和黄觉在车里的所有对话都被记录在里面，包括当时丰毅昏睡过去之后，黄觉给你打电话，你当时就在车里。你跟黄觉说不用担心，也不用送他去医院，因为丰毅喝的断片酒是你给他喝的。你还让黄觉好好想一想，到底要让丰毅付出什么代价，才能告慰他父亲的在天之灵，以及他和他母亲所承受的全部不幸。如果再投一次票，我倒是可以在投票现场播放一下，你觉得大家会相信谁？你真卑鄙，是你换了车。人为了达到正义的目的，尤其是当遭遇的对手比较没底线的时候，不得不做这么1、2件看起来不太高尚的事情。这是你在做实习生的时候我教给你。没错，所以谢谢，我一直铭记在心。现在我也给你2个选项：一，因为你的身体原因回家休息；二，你也可以仍然待在这个律所，但是你的这间办公室要换一下。你还真是睚眦必报。我还没说完，不管哪个选项，你都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这件事情是你弄错了，没面子。我也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比较体面的版本，比如说，你就说你接到了一个匿名的投诉电话，然后你就当真了，可是没想到这居然是一个愚人节笑话。现在，你应该去丰毅的办公室，郑重地跟他说一声对不起。叫做一场没有终点的梦，又能怎样？硝烟从未散场，又怎样？突然百孔千疮。只能够战胜残酷，只能去圈住迷途，他要走的每一步，不犹豫，不彷徨，这一个形状长什么模样？用善良捍卫原则立场。其实你可以不走，搬到楼下储物间，你也可以补班。写个检查。不，用不着。那你要怎么样？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是围棋高手，你靠对方的错误赢棋。不，你不了解围棋。我了解你，你会逼着对手犯错误。是你给我挖了个坑。是你逼我给你挖坑。是我跟你共同创建的全景律所。你不善交际，不爱应酬，你不敢自己开律所。是我说服你。我跟你说，我最大的优势就是交际。那个时候，我们接了很多其他律所不敢接的案子。我们最大的困难不是接其他律所不敢接的案子，打其他律师不肯打的官司。我们最大的困难是缺乏案源。没有人愿意相信一个刚刚成立的律所。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打官司是个低频事件。即便你服务的再好，即便是打赢了，也很少有回头客。谁愿意3天2头打官司呢？所以，是我去应酬，我去交际，是我去争取企业客户，争取做他们的长期法律顾问。最早的那批客户都是我争取来的。所以啊，在律所的墙上，我说的是过去的墙上，你的名字和我的名字排在第一排，第一排只有你和我。后来你开始排挤我。我没有。你有，你在律所有威望，有地位，人人都会巴结你。我呢？罗宾把我的客户抢走了，你说什么了没有？罗宾没有抢你的案子，是你的客户不满意你。你以前从来不会这样跟我讲话。我以前，你以前仰仗我，依靠我，信任我，需要我。现在呢？你有其他人可以仰仗，可以依靠，你也没有再那么需要我了。我很后悔，我把我最美好的青春，我最好的时光全部贡献给了全景。现在全景人丁兴旺，兵强马壮，我也没有什么再可以给他的了。你什么时候想回来？随时。我想带走愿意跟我走的，只要他们愿意跟你走，我绝不拦着。谢谢。那我就把辉耀、东方江和几个客户都带走。不行，你刚刚说还可以的。我以为你说的是带走律师。我当然说的是客户。当然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他们是我的客户，是我辛辛苦苦维系多年的。所有的客户都是全景的。他们之所以成为全景的客户，是因为我在全景。你太高估了自己了。我可以证明给你看。我还是那句话，你什么时候想回来，我依然欢迎。罗老师，有件事情我一直不大明白啊。16G 的行车记录仪最多也就记录100个小时，就算是64G 的，也就最多是400个小时。所以呢？您说顾杰老师的行车记录仪记录了他和黄觉所有的对话，是不可能的。那您当时？我赌他不知道。那他万一知道呢？不存在这个万一。为什么？因为他是顾杰。你的意思是他蠢？不，我是说他没那么坏。什么意思？不够坏的人做了坏事儿会心虚，因为他知道自己做了坏事儿，所以只要你跟他说行车记录仪记录了他在车里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的脑子马上就会去扫描自己在车里说过的每一句错话，根本没有内存来反映正常的行车记录仪到底能记录多长时间的内容。哦，对哦，是啊是啊。你那个外甥女告舅舅的案子进行的怎么样了？我找过王立川好几次，他都不搭理我。不搭理你不是你见不到对方的理由。刚才赵旭来找过你，什么事儿？他想跟你解释一下，之前不是他想要占你的办公室，是顾杰安排的。那他的意思是，别人非逼着他占我的办公室？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你怎么了？
没事儿。你不想说就算了。老大交给我一件棘手的事儿，非常头疼。蓝红，我就知道这个案子兜兜转转，最后还是会绕到你这儿。你有什么建议吗？我听说她老公病了，病得不轻，真的病了，都住医院了。他们家的买卖是一个家族企业，旗下有好多家公司。她老公占60%的股份，她老公和她前妻有一个儿子，已经成年，占20%的股份。她老公还有一个弟弟，一直负责公司的运营工作，也占20%。那蓝红呢？她不占股，名义上她是公司的法务总监，但是她并没有实权。蓝红生的是一个女儿，我听说她老公家重男轻女，每年春节她老公都要回到她家族过春节，就是和她的弟弟那一家，还有她自己的儿子。蓝红都是带着她女儿到她娘家去吃年夜饭。那要账这事儿，人家老公都进了医院了，在和病魔做斗争，你现在去要账好吗？合适吗？再加上你们俩之前还有那么一段。我敲门了，我听到了。我刚才给你前女友打了一个电话，鉴于她是她老公公司的法务总监，以及她老公是董事长，所以我跟她说我们要当面沟通。我们？对，我们。我跟她说，我和你，我们一起去拜访她。哇哦！为什么哇哦？祝福你们啊，预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罗宾哥，我姐在里面等你呢。哦，何塞，我同事，蓝红的妹妹。我们总算见面了。是这样的，我现在呢是我姐姐的助理，何塞先生呢一直管我们公司要账，所以一直给我们发邮件，都是我来回复的。那你们可以直接留个联络方式，直接联系。啊，我们拿电话，我们进去留吧。哎。你们是来下最后通牒的吧？我们是来送温暖的，我们是来送温暖的啊。董事长的身体还好吧？这个要问董事长的亲弟弟。兰兰，我说的是实话，他弟弟都不让你去医院呢。那是因为医生说了，脑梗病人容易激动，他生怕他哥见着我跟孩子会太激动了。那现在公司是谁在管理啊？他弟弟。他除了这个弟弟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他父母还在世吗？何塞，你过分了吧？不，我就是提示你一下。你看，如果说你丈夫这边家庭成员还有家庭结构比较复杂的话，那么一定要尽早把遗嘱确定好。罗宾，我说的有道理吧？哎，对了，你们俩的联络方式留了吗？我扫您。哎，姐，我觉得何塞律师说的对，您是应该把遗嘱的事情提上日程。而且这个遗嘱吧，一定要做个公证啊，一定要有见证人。像我们律所呢，也有这方面的业务。这个有些老板吧，提前先走了，然后家里边呢就打成了一锅粥。这一打官司会打很多年，这种事儿咱见了很多。兰兰送客。不，我还没说完呢。尤其像你们家这种市值100亿的家族企业，一旦打起，你们不就是来要钱的吗？那还何必绕那么多弯子，假装关心我老公呢？我现在就告诉你，公司所有的事情现在都是他弟弟在管，他亲弟弟。有本事你就找他弟弟要，我把电话给你。你有本事把刚才说的话当面再跟他说一遍。我跟他说立遗嘱的事儿，他一定会感激我的。不好意思，我们先回了。你多保重，也祝你先生早日康复。
我没说完呢。你说完了？不是，哎，我真没说完，真说完了。我姐姐最近喜怒无常的。能理解，能理解。那我跟兰兰再说两句。您说。他见了美女就拔不动腿，而且，不，你陷害我，说起来没完没了。您记得微信给我通过。好的，会通过的。好，留步。不是，我话还没说完呢，你干嘛把我拉出来？等你说完，人家就该把你赶出来了。不是，那咱那1650万呢？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要不回来了。哎，咱俩一块儿来的，我也没见着你占上风。我们不是来为了占客户上风的。作为律师，不能只讲客户爱听的话。那你也不能人家不爱听什么你就说什么吧。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他也是律师，他为什么反应这么大呢？人家老公还躺在病床上，生死未卜，你就再跟人家聊遗嘱。不是，那什么时候聊啊？死了之后聊啊？这遗嘱有死了之后聊的吗？啊，不都是活着的时候聊吗？对不对？你再说了，那死了之后，那跟谁聊去啊？死了之后聊的遗嘱，那法律，他能承认吗？哎，你什么意思？你以为我这给你开车门呢？需要给你小费吗？你就不觉得奇怪吗？一般情况，这老公生病了，按常理哈，人之常情，那都应该是妻子到医院去照顾老公。可是他们家呢，居然不让兰红到医院去看丈夫，那是人家的家务事儿。我不同意你这说法。这婚姻法和继承法管的都是家务事儿，但那说的是发生纠纷以后。一名好的律师就是要帮助客户在纠纷发生以前避免纠纷。帮助客户的前提是要得到客户的认可。如果客户都不接受呢？我不管他接受不接受，我就是要尽到一个律师的责任和义务，尽到必要的提醒义务。结果就是你被赶出门外。赶出门外，那是你看到的假象啊，真相呢？真相。何塞律师，特别感谢您。我姐姐情绪不好，请多谅解。您的提醒非常有必要。她刚才给孙超越，就是我姐夫的弟弟发了微信，要求前去探视，结果被告知姐夫今天转院。我们问转到什么医院也不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也有一些不安。不知道您有什么建议？听见了吗？这就是蓝红的妹妹兰兰给我发的微信，你要听一遍吗？首先啊，她就表示了对我的感谢，而且请我谅解，而且希望得到我更多的建议。那么你打算给出什么建议呢？我马上就会让你知道。兰兰女士，首先呢，感谢你对我的信任。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干什么你？先说给我听听。我为什么要向你汇报啊？我为什么要向你汇报？我为什么要向你汇报？那你的意思是，从今以后咱俩各干各的，谁都不管谁？